且慢！云将军，今日乃太子殿下的册封大典，你如此失仪，成何体统？太子殿下，您觉得呢？云将军，你别不知进退。云将军，请遵太子妃吩咐，莫要耽误了时辰。不知殿下口中的太子妃，所指何人？念你征战在外，不知朝中之事，那本妃就告诉你，3个月前，陛下隆恩浩荡，亲赐太子与本妃大婚。这下，云将军应该清楚了。我想问太子殿下，这是否是你的本意？凌云阁，真儿是本宫的太子妃，纵使你得胜归来，也不意味着你可以对太子妃不敬。若是云将军替将士们担心赏赐不够，那你大可以放心，我北辰是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他流血牺牲的将士的。臣不要赏赐，我只想让太子殿下告诉他们，为你违背父命，为你南征北战的是谁？为你踏平一切阻碍，助你问鼎东宫的是谁？而此时此刻，应该和你站在一起，又是谁？我兑现承诺了，你呢？凌云阁，你是活腻了是吧？太子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朕乏了。是，儿臣遵命。凌云阁贸然闯宫，大典失仪，统意图不轨，着关入天牢，严加审讯。去死！你们的下场也未必比我好到哪里去。凌云阁，你就那么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吗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子抓住，给我按住他！你要干什么？姐姐呀，明天就要走了。妹妹想给你梳妆打扮一番呢。哎呀，我刚想起来，送本妃这个簪子的人还是太子呢。唉，世事总是那么无常，就像林伯伯的死，也都是太子一手促成的呢。
你当真以为你爹会去触怒皇上？这一切啊，都是太子殿下的英明设计。不除了你爹，殿下怎么在这东宫待得安心呢？姐姐是打仗打傻了吧？慕云奇，慕云奇，慕云奇！鬼叫什么？行了，放开他吧。你们都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徐晨，你要是想活命的话，就跟我走。凌云哥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样是跑不了多远的。求求你放了我，我肯定能让你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杀了！本妃重重有赏。吵醒你了？没有。把药喝了。3天了，你还是不肯说起我的原因吗？是你的，物归原主。原来在你这儿，为了还东西就犯下死罪，说不通吧？为什么不救我？你说什么？你若想报仇，我可以帮你。人人都说九皇子对权势无欲无求，没成想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啊。你想多了，我和凌将军也算是旧相识，帮他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慕云兰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是否也像慕云启那样想要这个天下？我想，但是我和他不同，我是为了一个人。谁？我不管你帮我的目的，我自然是想要复仇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想问问，你可有计划？我有，只是你得受些苦。请问，您就是传说中的无忧道长吗？老朽的确道号无忧，想必您就是太子妃娘娘吧？道长好眼力，本妃今日随太子来这里游玩，能见着您，真是颇有机缘。素闻您神机妙算，晓通未来之事，可否为我测算一次呢？娘娘过誉，只可惜老朽这次来北辰，只测算一次，娘娘怕是来晚了。哟，是谁有缘能抢在我先呀？姑娘，请你离开片刻，可否？哦，为何？因为本妃要请道长测算。那我为何要走？
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本妃就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怎么回事？放肆！太子殿下，你看他。想必您就是无忧道长吧？听闻您留宿观中，特来拜见。在下北辰太子莫云奇。太子殿下就不必再介绍了。刚才太子妃娘娘声音如此洪亮，老朽不浓。真儿，怎么在道长面前如此无礼？殿下，臣妾只是想跟你圆策一番，可这卑贱民女，非但不行礼跪拜，还出言不逊。跪拜？难道太子妃娘娘已经位列西天了，竟然在这道观之中供人跪拜？放肆！你是凌云？给殿下请安，臣女却名灵儿，家父许成。哦，我怎么没听说左丞相家中还有这么一位女子？回太子殿下，臣女之前一直住在外祖母家，今日方归。太子殿下不是说要找无忧老人测算运势吗？可现在却被他抢先了。臣女不知殿下今日会来，若是知晓，断然不会抢在殿下的前面，还请殿下恕罪。耽误了太子殿下测算运势，岂是你轻飘飘几句话就能开脱的？罢了，不知者无罪，本宫想你也不是故意的。既然道长已为这位女子先行测算，不知可否将结果告知于我？恕臣女直言，无忧道长虽声名在外，但道长刚刚为臣女测算的结果，臣女却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哦，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位姑娘乃天命之女，得之可得天下。虽然很让人意外，但老朽用尽毕生所学，都是这个结果。道长定是在与我们说笑了。臣女就是个弱女子，文不能治国，武不能平天下的，怎么会是天命之女？殿下不必太过相信。臣女看天色已晚，家父今日在府上还有夜宴，臣女得回去帮忙前后张罗，先行告退。真儿，今晚我可能不能去右丞相那儿了。可近日家父身体不适，殿下不是说要去看望的吗？爱妃，这天命之女的传言，想来不到明天就会遍布整个京城。若是被他人先行下手，那……不打紧，殿下只管去忙就好。太子殿下怎么来了？今日在观中听许小姐说，今晚家父有宴，本宫便过来瞧瞧，不知欢迎否啊？当然欢迎了。不知太子殿下驾临有失远迎，是臣女之过，还请殿下不要怪罪。哪里的话，本来就是本宫来的唐突嘛。还请殿下见谅，我这个爹凡事事必躬亲，这不生怕饭菜不合宾客的胃口，就亲自去后厨盯着了。不爱的，早就听闻徐老心思细腻，这饭菜吃得舒心，大家才能交心嘛。殿下您真会为别人着想，臣女自小身子骨弱，一直在乡下静养，性格也就直爽惯了。今日在逛中顶撞了娘娘，还耽误了殿下的测算，真是过意不去，为表歉意。不爱的，不爱的。今日是本宫行程安排欠妥，这才引得你们起纷争。姑娘不必在意便是。能娶你的人一定是有福之人呐。
所以这福分就落到韦帝的身上了。皇兄，忘了和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许灵儿。怎么九弟有了这种好事儿，也不告诉本宫一声，好让大家跟你高兴高兴啊？这步婚期还没定下来吗？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？没想到生性风流的老九，也要成家了呀！啊，大哥，你可饶了我吧，灵儿在这儿呢。你看他这个脾气。今日道观之事我听说了，灵儿确实不太懂宫里的规矩，我批评他。不用责怪他，没事的。不过，宫中规矩礼仪多，为兄认为，应该让他去东宫，让侄儿教教他。毕竟是一家人，以后也是要生活在一起的。灵儿，你觉得呢？来，让我们以茶代酒，共祝良缘。不愧为龙潜之地，难怪这世间无数的人为了这个地方，不惜背信弃义。妹妹呀，这几日在东宫住的可还习惯？回娘娘的话，习惯得很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习惯就好。你现在呀，既然是未嫁之身，行事作风都要收敛一些，不要整日都抛头露面的。所以单独给你辟了一间院子。这东宫啊，说起来是不像皇宫那么大，但是也不小，可别乱跑。要是少些什么和我说，我让人置办，可不要让九王爷说你在我这里受了委屈啊。谢娘娘，待我如亲姐妹一般，哪来的委屈呢？那就好，这宫里的规矩礼仪呀，可多了去了。姐姐念叨的多些，也就让太子和王爷操心的少些，明白吧？谨记娘娘教诲，妹妹愚笨，不懂之处还望姐姐多多指点。妹妹说的哪里话？那日道观里，妹妹伶牙俐齿，哪里像个愚笨的人呢？那今日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。妹妹来走两步。没想到妹妹如此聪慧，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，真正要顶好的呀，还是这个。这可是本妃最喜欢的花瓶，妹妹可要当心啊。许灵儿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娘娘息怒，臣女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这个花瓶太……你还说不是？别以为我不敢动你，天命之女又如何？我看你死了，那无忧老儿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杖刑一番！太子殿下。就是这般照顾灵儿的吗？太子殿下，九王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敢问太子妃娘娘，灵儿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要施以如此重刑？九弟，这兴许有什么误会。真儿，今日九弟特意来看看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太子殿下，我只是……难道太子殿下
真是相信那句荒谬的传言，才想将灵儿灭口。九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真儿，师真，太子殿下息怒，九完颜息怒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舍得那样责罚呢？灵儿，我们走。徐真，你是疯了是吗？平日里你嚣张跋扈也就算了，对待许灵儿也这样，别人不知道本宫是为了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太子殿下息怒，臣妾只是教训他一下，杀他的气焰。臣妾都是为了殿下呀！你个贱妇！你给本宫听好了，本宫能给你太子妃这个位置，你就能把你废了。殿下，你为何对我如此无情？难道爹爹对你的扶持还不够吗？不够。想什么呢？他们应该吵起来了吧？你真是胡闹！你知不知道那蛇蝎夫人的100杖刑，够让你死多少次了？若是不这么做，如何挑拨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呢？如果不拔掉右丞相这根钉子，如何动摇莫云奇的根基呢？我又如何复仇呢？他都怎么对你了？还能怎么对我？不过都是后宫里那些女人的手段罢了。说的好像你不是女人似的，你不能总这么对待你自己。还疼吗？一点皮肉小伤罢了。你觉得接下来他会怎么做？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给我老老实实歇着，外面的事儿由我替你挡着。不用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扛。你真把我这个未婚夫当摆设？现在是你未婚夫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我累了，先回去歇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希望今天东宫里发生的事情，能在京城里好好传扬传扬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不过王爷，属下有一句话想跟您说一下。您刚才这样，属实有点着急啊。滚！好嘞。太子殿下怎么来了？前几日本宫照顾不周，让灵儿受了委屈，这不，特意带真儿来向你道歉。好妹妹，上次的事情是姐姐的错，我也是担心妹妹入宫后吃亏，所以才一时着急心切。现在想想，真是伤了妹妹的心。现在外面的人呢，都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。娘娘哪里的话，要学习的人是我，吃不了苦的也是我，怎么就成了娘娘的错了？只是臣女没想到，娘娘竟然也把那句戏言当真，还真是叫人意外呢。姐姐糊涂，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妹妹勿怪。娘娘言重了，臣女怎么会怪姐姐呢？听闻姐姐最是喜欢赏湖，不如我们沿着那湖边走一走。好啊。
娘娘是怕臣女动摇了您的位置，所以才对我下手的吧？我是太子妃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如果真的有天命在我身上，太子殿下应该会很担忧吧？不过我看太子殿下还是很喜欢娘娘您的，应该不会为了这么虚假的传言就动摇您的位置的。你知道就好。臣女呀，此生只愿得一人心，才不愿屈身妾室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非太子殿下真有意要将我收入东宫？许灵儿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可是有婚约的人。知道啊。要是能早点认识太子殿下，这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，对吧？许灵儿，你给我听着，像你这种的奸夫是永远不可能当上太子妃的。只要我在一点，你都别想。妹妹只是开个玩笑，娘娘何必认真呢？滚！别碰我！许灵儿，你知不知道过几天殿下要出席宫宴？要是殿下受了风寒，你该当何罪？我已经叫了太医，怕你身上受了寒气。刚才为了救你上岸，情急之下多有冒犯。殿下言重了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怪罪娘娘，都是灵儿不好。灵儿只想和娘娘开个玩笑，又让娘娘生气了。真儿，灵儿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？开玩笑？你那叫开玩笑？你要是不开玩笑的话，殿下和东宫是不是都成你的了？娘娘，臣女不过是顺着那个谣言说了一句，也给您道过歉了。臣女并没有想要和娘娘争些什么，太子和东宫当然都是娘娘您的。您这般说，好像臣女要和您争些什么一样。这要是传到九王爷那里，传到京城上下，臣女又该如何自处呢？还请娘娘不要多心。况且您这么威严，臣女如何敢？不敢？我看没有什么你不敢的。够了！今天本来就是给灵儿道歉来的。对了，过2天夜里宫里有夜宴，若是你想来玩的话，可以带上酒弟一起，我会提前安排，没人会阻拦你们。谢殿下，太劳烦殿下了。殿下如此温柔贴心，能有您这样的夫君，真是娘娘的福气。外面都要闹翻天了，你倒是在这里逍遥自在。怎么个翻法？看来自从那天回去，慕云奇没少给徐峥气受，要不然右丞相也不会天天在朝堂上铁了心了给慕云奇撤火。徐峥为争风吃醋、推你落水的事儿，传遍了整个京城。估计现在慕云奇应该如热锅上的蚂蚁吧，万分焦灼。那就好，他焦灼他的，我看我的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最近外面不太平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。你这段时间还是好好养身子吧。我打算去参加那个宫宴，找机会接近慕云奇，把有些话再和他说透些。云哥，你得知道，徐峥现在受了这样的冷遇，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即使他再怎么和太子斗气，他的目标终究还是你。你若是去了，宫中夜宴他一定会对你动手。他的脑子虽然简单，但是并不代表右丞相家里的那群人都是傻子。你别为了复仇，拿自己的性命当筹码，这样太傻了。
这些我都知道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去。如果徐真真要动我，那我正好可以给东宫这口热锅上再加把火。再说，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要能复仇，只要能为凌家洗刷冤屈，我死不足惜。你若不是个将军，定是个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怕？本王何曾怕过什么呢？我只是怕你受伤害。哎，你书好像拿到了。少说两句会死吗？既然你意已决，那就去吧。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把手给我。好羡慕这宫池里的鱼儿，能得到如此佳人的投喂，下辈子我也去当鱼算了。你要是鱼呀，怕也是只吃人的鱼啊。那我专门吃你好不好？讨厌，你再乱说我就生气了。看来九弟有了灵儿之后，这个性还真是收敛了很多呀。还不是他总爱与我闹脾气。我哪有？你就会冤枉我。哎，太子殿下怎么一人在这儿？时间不早了，随我入座吧。红尘颠倒也不虑从容，不是总独留一心晚风，吹散旧人生息相拥，爱恨总难测，细数零落雨之风，此爱如歌，此情亦如梦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出来了，所以不太放心。殿下说笑了，这里是皇宫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灵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你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殿下，你知道吗？乡下的市井混混也是这样说我的。殿下，您是觉得我和您认识的什么人长得像吗？不，你和他长得一点也不像，但是你给我的感觉确实和他相差不多。灵儿，你对无忧道长的测算怎么看？殿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武不能提刀上马，文不能指点江山的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。我只想和九王爷平淡的厮守终生，太子殿下还是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殿下，您说。你是真的喜欢九弟吗？是的。那你觉得我和他相差多少？其实，太子殿下并不比九王爷差什么。要真说起来，九王爷还不如太子殿下呢。真的吗？你真这么想？那如果我想要将你收入东宫，你会不会答应？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无时不刻不在想你。我想和你厮守终生，好吗？我想问太子殿下，殿下这么说，是因为上次陈女和娘娘开的那句玩笑，还是因为那个传言？也不全是。那还是有一部分原因的，是吧？如果在遇到云兰之前，我先遇到的是殿下，可能现在的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但是世间万事没有重来之理，往者不谏，来者可追，我们只能顺其自然。本宫最不喜欢的就是顺其自然。小心！
灵儿，灵儿，小心！云哥，云哥！灵儿，灵儿，太子殿下没事吧？殿下没事，我这就带你去看太医。你一定不能有事，你要撑住。太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徐真，本宫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宫里的宫女吧？臣妾失察，竟让东宫混入了刺客，臣妾该死。你是谁派来的？为何要刺杀本宫？狗贼慕云，倒行逆施，天下人得耳，诛之！带下去！本宫要好好审问。灵儿，你醒了？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去给你叫太医。不用了，我没事，只是浑身没劲。你去睡会儿吧。你再睡一会儿吧，我去给你准备些吃的。谢谢。我和你说过，别为了复仇把自己的性命搭上。干嘛非得把自己弄成这样子？难道你还……我只是逢场作戏。慕云七他不是傻子，不可能看不出这刺客从何而来。这件事最终会查到徐真的头上，这是瓦解他们二人关系的天赐良机。事后的计划也会顺利很多。计划里也没有说让我失去你啊。我知道你打仗的时候过惯了刀尖上的日子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如果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护不好，又怎么叫我放心？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从你把我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给你添麻烦。从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已经在给我添麻烦了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不让我娘发现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？我也不知道娘娘那么快发现啊，早知道不和你赌了。那等你赌赢了，给我好不好？自恋，谁要嫁你？喂，你不能耍赖啊！太子殿下到。宫来看看也是应该的吧，何必那么小气？王爷，让太子殿下进来吧。臣女有伤在身，不便起身行礼，还请太子殿下见谅。无妨无妨，你为本宫挨了刀子，以后若是有任何难处，只管来找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这不行，殿下，这实在太过贵重。拿着，有了它以后，你出入会方便很多。以后多来看我，我真的很想见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补品，你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好好吃药，知道吗？谢太子殿下。那个刺客问出幕后主使了吗？
殿下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太子之位乃国之根本，殿下可千万不能有事。本宫没事。此事乃是太子妃识人不善，错引反贼入宫，我已经罚他3个月自省。你放心，本宫不会让你白白受伤的。谢殿下。你真不知道！还在皇上面前露了脸。殿下，只有臣妾才是为你着想的人。为我着想？你给本宫惹了那么大的麻烦，本宫罚你都是轻的。若你真是为本宫着想，你就应该去自挂东南枝。陆云奇，我不是凌云阁。现在在这里装什么正人君子？你，谁让你们进来？小事伤了夫妻和气，臣女只是说些家长里短的实话，殿下和娘娘莫怪。哎呀，真是羡慕九弟有这么一位通情达理的妻子啊！既然灵儿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你说呢，真儿？妹妹说的极是呢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应当更和睦才对呢。哦，听九弟说，灵儿想出去走走。是呀，我都在屋里闷了好久了。前段时间她去赈灾，都没人陪我。我们去嘛，都好久没和你一起出去了。这灵儿想去，那就去吧。怎么，九弟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了吗？不敢不敢。不过回来以后，你要好好养伤。那你也要答应每天都来看我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叫娘娘也一起吧。上次的事，也不是娘娘的错嘛。好啊。皇兄，听说九弟这次赈灾一事办得很好，父皇很是开心呀。其实这次赈灾仪式能够如此顺利，离不开灵儿进言献策。要不是她的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，有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呢。九弟这次提出的以工代赈的想法，我前所未闻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趁工价低贱时大兴土木，以劳赈粮，既解决了灾民的温饱问题，不会让其流离失所，又完成了越州的土木之事。这些都是灵儿想出来的。殿下，你听他胡说，臣女哪有那么厉害？臣女只是觉得危难时刻，与其救人，不如教人如何自救罢了。你们的婚事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过2天父皇说会给我们定下婚期。这样啊。前几日灵儿不在京城，可曾听说过一件事情？
我这九弟呀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可惜呀，有个克妻的臭名，好多女子都不敢嫁呀。由此可见，灵儿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呀！啊！我听他说了，他说是因为心中有所爱之人，所以才克死了其他想要接近的女子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若是成亲之后我没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就是那个心爱之人呢？看来灵儿对九弟是用情至深呐，真是羡煞为兄啊！殿下说笑。朕看下月中秋是良辰吉日，我看就那一天，把婚礼给办了吧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将此事办得妥妥当当。臣女叩谢圣上赐婚之恩。起来吧。灵儿是左丞之女，也算是官宦出身。兰儿啊，以后你可要好好收拾你那坏性子，不要让灵儿受委屈啊！啊，父皇，儿臣疼的还来不及呢，怎舍得让她受委屈？皇上，臣有奏。陛下，微臣今日在太庙中占卜，算得我北辰将有刀兵之乱呐。太仆大人，如今我北辰边境与江国时有刀兵对峙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吧？启禀圣上，九王爷此言差矣。若非如此，微臣又何必这么紧张呢？可这卦象明明显示，这刀兵之乱不在边疆，就在这宫中，而且是因女子所致啊！区区女人，何能引起兵乱？你这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？王爷，你可曾记得高宗皇帝在位时一度国泰民安？但是太卜向他预警的时候，他同你一样不放在心上，结果葬身于尾后的宫中兵乱。同样的预警，不可以再掉以轻心啊，王爷。那敢问太傅，你说这个女子，难道也在朕的宫中？当然没有，这祸国妖女乃是许灵儿。太傅，没有证据，可不能随便冤枉人。敢问许姑娘，可是正月23酉时生人？是。陛下，这正与那尾后同一天的生辰，五行春阳。王爷，舒雅查到了，如何？我先喝口水。我再喝一口。喝够没有？快点，再磨叽本王赏你板子。别，王爷，舒雅查明了，这太仆啊，原就是右丞相老家一个算命的，后来受了右丞相一点恩惠，所以才调去了太庙，后来一步步靠着奇淫巧剑，才到了太仆这个位置。
这么说，这太仆和右丞相还有太子妃有着密切关联，对吧？是，属下还查到，前几天这太仆以修缮太庙为名进了一批银子，银子是右丞相拨的。属下还查到，这笔金额别说是修1所太庙了，就算是修10所都绰绰有余了。好，本王知道了。王爷，恕属下多言一句，光凭这些，只能证明这太子妃收买了太傅，冤枉了云将军。但是属下查了，这太庙做的都是明账，而且做的极其聪明。光凭这些，还是无法把云将军从牢里救出来。而且自从上次天牢被劫，里面很多人都换了，陛下还下旨禁止探视，所以此次劫狱恐怕有些困难。既然天牢下不了手，那就只能在祭典上动手了。可是最近要变天了吧？是，又是这样的天，有点烦人。安排人，我想去看看他。遵命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宫里吗？以前中秋节，你不是最爱吃母妃做的这个吗？我就给你带去。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没事，可能我命里就和这天牢有缘吧。你要是今晚没在牢里，我们可以一起放些孔明灯，给林家的叔叔伯伯们祈福。那拜托你了，顺便也为我放一个吧。云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。别再动不动就劫狱了，你好歹也是个皇子，原来我许灵儿也还会有别人，不耽误你争夺这个天下。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？云哥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？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不会将太子之位拱手让给莫云起，更不会远离京城来了却余生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得知他那样对你的时候，我有多心痛？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恨不得替你在牢里受尽折磨。是啊，我是想要这个天下，但我和那个人渣不同。我争这个天下，是为了给你一个可以安身的家。如果没有你，这天下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手链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小时候玩家家酒吧里的娘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如果有来生，你我二人做一回真夫妻吧。不用下辈子，这辈子就可以。别说傻话了，神卦命算，你无法逆转。即使如此，那更加容易。这病你得细品。殿下，心疼吗？是你干的吧？我还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。殿下，难道您不应该感谢臣妾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就毁掉。
只有臣妾才是最在乎你的人呐。也好，他死了，我们也解脱了。时辰已到，点火！灵儿，怎么回事？启奏圣上，这祸国妖女已经死了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刚才这几声雷鸣，定有蹊跷。今日风和日丽，可偏偏在要处死莲儿点火之时，响起了几声雷鸣。这定是上天在警示我们莲儿之事有冤情。九王爷说笑了，太卜之职乃是通晓天意。这祸国妖女就是许灵儿，方才的雷鸣正是上天在镇压妖邪，要不然，怎么一阵雷鸣她就死了呢？九弟，事情变成这样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但事关江山社稷，还请你节哀呀。啊！你是人还是鬼？灵儿见过陛下。你怎么又活了？刚才一阵雷鸣，将臣女的灵魂带到天上。天神说有话要转告给您。你见到天神了？他让你你胡说！如果臣女再胡说，你们既然天神都灵儿，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灵儿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有多难受？我好恨自己没能和父皇据理力争，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您言重了，都过去了，臣女没事。殿下，您来这里，娘娘不会多心吧？我不想她觉得宫中事事都和臣女有关了。这是何意？我不太明白。你比那个太子妃懂事多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看来慕云奇为了得到你，真是下足了本儿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偶尔还是会头痛。幸亏有医生的还魂丹。你怎么知道那天光打雷不下雨的？在幽州的时候，没事就喜欢观察天象，看着看着也就会猜了。对了，慕云奇这么多年来构陷朝中忠臣，结党营私的桩桩件件我都已经列好了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所以你早就计划好了。是，但那天老李我说的，那天老李什么都没说过，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找证据了？是，我打算亲自去找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还是我去看看吧。东宫我待得久，我对那里比较熟。云哥，我真的不能再让你冒险。我林家的仇当然是我来报，只要能报这个仇，冒多大的险我都没有关系。好吧，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。那天老李说的这辈子，我可没答应呢。
谁？九弟，灵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殿下，其实灵儿是想来和殿下借幅画。灵儿也喜欢看画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，家父生怕我再给殿下惹麻烦，也不怎么让我出门了。其实灵儿近来只想看一幅画，寻遍了京城都没有找到，刚好听王爷说殿下这里有，所以想着能不能借来看看。九弟呀，还是你消息灵通，本宫知道了，这就给你拿。是这幅吧？谢殿下。开心吧？拿回去看吧。可是我现在就想看了。既然灵儿现在想看，那就在这看吧。正好，本宫有点事儿，去就回。谢殿下，殿下先去忙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们把这个带上吧，日后用得上。九弟，九弟，哎呀，皇兄，你怎么进来也不打声招呼？九弟啊，这灵儿都要过门了，你就这么等不及？殿下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总是这么轻浮。灵儿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生气就不好看了。刚才看殿下行事匆匆，可是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真儿回堂右相府，我去送送。对了，画儿看的可还行？好极了，我看殿下这里有好多画，灵儿以后可否经常来接画呢？当然了，最近本宫忙于朝政，没能管上你，你可怪我？殿下为国担忧，灵儿怎么会怪你呢？还是太子殿下要自己注意身体才好。那个，皇兄公务繁忙，我和灵儿就不多打扰了。等一下，灵儿，画。徐震，你可别怪我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发现了。俺听说这叫淫乱后。就了。莫云奇可真是百年难遇的人渣啊！你们男人呐，都一个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
刚才在他书房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那不是装个样子给穆云奇看吗？来不及你就……穆云奇又不是傻子。好好，我错了。流氓！灵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九弟呢？给殿下请安。陛下说要给我和王爷另定一个婚期，王爷先进去了，叫我在此等候。上次的话，谢谢殿下了。太子殿下近来可好？灵儿如此聪慧，你说本宫近来好不好？娘娘的事，灵儿听说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世上最难求的便是知心人。此番殿下也是因祸得福，日后定能觅得一位知心人的。我也没想到，真儿是这样的人。事已至此，殿下还是不必太过多心了。太子殿下也是来找陛下的吗？父皇差人找我说有急事见我，不知何事。灵儿，既然在这里见到你了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殿下想对我说什么？灵儿，你做我的太子妃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唐突，但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之前是真儿在我们之间百般阻挠，现在我们之间没有她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？你放心，你想要的、你喜欢的，我都能给你。殿下，我和王爷还有陛下亲赐的婚约，殿下如此这般，岂不……不是这样的，灵儿，只要你愿意，父皇那里我有办法。你跟着九弟是没有未来的，我有高人助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，相信我。殿下的承诺值得相信。我兑现承诺了，你呢？皇兄，父皇叫你进去。灵儿，你也进来。太子，你干的好事！父皇，儿臣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不知道，真是太巧了，朕也不知道。东宫里还有另外一个朝廷。莫云奇呀，你在朕这个朝堂里玩的太好了。父皇，儿臣只是想为您分忧，这账本定是居心叵测之人所为，想要将儿臣从这朝堂之上踩下去。你的意思是，老九就是那别有用心之人？九弟被奸人所迷惑。父皇，这账本和信件是儿臣无意间闯入太子殿下密室中看到，只是其中内容实在太过骇人听闻，因此孩儿只拿了其中一本来调查，生怕冤枉了太子殿下。九弟，父皇，单凭一本账本就定我的罪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李九龄都已经招了。东宫与尚书省结党营私，贪污腐败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。你还想说什么？要不是老九给你面子，你此时早就在死牢里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把太子府中密室里的东西全拿过来。出去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你是凌云阁吧？一定。
刚才朕都已经说了，你们俩赶紧把婚礼办了吧。你身为皇子，这飞檐走壁的本事学的还真不错。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求求你别再送玉手镯、玉挂坠、玉项链了，来点实惠的可以吗？这次绝对够实惠。你慢点喝，又没人和你抢。痛快！你不知道在军营里和将士们大块吃肉、大口喝酒的感觉有多爽，只可惜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你说慕云起那天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又为何命不久矣呢？困兽犹斗，虚张声势吧，抓着谁都要咬一口，还显得自己厉害。你真这么觉得？真的。自从那天在慕云起的密室看到林家的东西，我总有种感觉。算了，云哥，虽然慕云奇收入牢中，但是林家的冤屈还没有洗清。你再等些时日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林家的事虽是慕云奇一手策划的，但和圣上也有关。若你真的要帮我，你现在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的。我说过，如果没有你，这天下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别说傻话了。那我再说句傻话。什么？我要娶你。林哥，自从那天牢里回来，我想了很久。我是工于算计不假，但是那天牢里说的每句话，都出自我的真心。我知道，我不该那么直截了当的告诉你。我也知道，你心上的伤口还没有平复。但是，我真的不想你再离开我了。云哥，你嫁给我好吗？